什么才是单身、上班族、独居正确的打开方式？上下班 N 小时挤地铁，在家也能自由办公。结束一天工作累到瘫，在舒服的大床上睡个美容觉。忙到没时间去电影院，轻松享受家庭影院，想看什么看什么。Don't say so much， 这一期通通帮你搞定，记得3连哦。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那单身独居的人呢也越来越多，所以摆脱孤独成为了家居改造的一个焦点。让房子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住所，而是让心不再冰冷的家。小邱的房子位于深圳福田区，房子是一个32平方的大单间，刚刚完成硬装翻新。其实嘛，我一个人住的话，主要就是想有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。首先，我要有一张舒服的大床，这样回到家呢，我可以好好的休息。另外呢，就是我的工作它可能会比较多，在家里办公，所以我希望呢能有一个书桌，可以放得下我的台式电脑。我平时是喜欢看电影的，但是我这个房子是有点小，你看有没有办法在这边安排一个空间让我看投影呀？因为屋主已经完成了硬装，不想再做过多的改动，可是又想在这个大单间里面实现客厅、工作区、休闲区、休息区等等的功能，那怎么办呢？交给他吧，满足你百变的个性化需求。定制柜，定制柜可以根据整体风格挑选对应的板材颜色和材质，款式、造型、颜色等通通可以根据喜好定制。而成品柜从设计上，为了满足大众化需求，无论是选材还是造型设计都很单一。定制柜可以根据居室的大小自由控制，实用性大大增强，可以无缝设计、紧密贴合，空间利用率几乎达到100%。成品柜不能定做尺寸，对于小居室而言，往往会因为买回来的衣柜尺寸不合适，造成空间的浪费。定制柜拥有千变万化的风格，能够满足各种特殊功能的需求，甚至还能作为不同空间功能的分区线。关注本期内容，带你360度解锁定制柜的神奇妙用。根据屋主的需求，对全屋进行了功能分区：客厅休闲区、工作区、休息区。常规的成品衣柜高度2米，小邱的房子层高2.65米，定制衣柜将顶部空间全部利用上。相比常规衣柜，实际收纳空间增加近30%。房间长4.8米，常规家具总长度超过1.8米，房间无法容纳。通过定制书桌和榻榻米床，能高效地实现多功能需求，完美的匹配房间长度。一起来看看改造后的效果吧。设计概念融入自然原木与现代时尚元素，整体以白色、木色、浅灰色、黑色的简约搭配，采用木质、布艺、铁艺等材质结合，不会给人冰冷冷的感觉。温柔的色彩能驱散内心的阴霾。虽然是独居生活，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，东西呢还是会越来越多，日常杂物种类繁多，整理起来真的让人很头痛。在开始的方案中呢，我们是在客厅区设计了一组定制柜，用来存放杂物和书籍。但是呢，小邱担心沙发上方的吊柜会带来压抑感，而且表示没有太多的书籍收纳需求，所以我们将分散的收纳区域整合到比较完整的空间，打造了一整面墙的系统集成柜，并做好分区规划，让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多彩多姿、井井有条。整体屋内的空间呢，也会显得更加的通透。那这一整面墙的柜子呢，我们其实是分成了2个功能区块，临近床的这一边呢是作为衣柜来使用的，像这几个门呢都是衣柜，它的下方也非常贴心的做了几个小抽屉，可以来分门别类的摆放它的内衣和袜子这些小物件。那这边呢也是衣柜，整个的衣柜呢我们其实都做成了上中下3个分区，上区呢是可以存放一些过季的衣物，那中区呢就作为挂衣区和叠衣区，下方考虑到女生会有一些冬季的长靴，所以高度呢也是特地设置了靴子可以比较轻易放进去的一个高度。
那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？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木色的开放格，为什么这里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？如果全部都是柜门的话，就会觉得特别的呆板和普通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窄窄的一个开放格，并且颜色做了区分。第一呢，是在外表上会看起来更加的美观和灵动，另外呢，它还可以作为一些收藏品的展示和包包的存放区。那另外一区呢，则是作为厨房的一个延伸收纳来使用。原本这个房子自带的厨房呢，真的非常的小，像冰箱啊，还有小家电是完全放不进去的，所以我们将它全部都移了出来。像冰箱上方的吊柜呢，就可以作为它的小家电的存储区，而另外一个柜子呢，则是它的零食柜，像饮料啊、零食啊、一些干货呢，都可以塞进去，这样就不会随手乱放，会显得房子更加的整齐和干净。包包开放格以及冰箱开放格呢，使用的都是木色的板材，其他均选择了白色的哑光材质，现代而简约。那门板呢，都采用了按压式的开关，更加的精致美观，和整体柜面融为一体。一个人的时候，还是多宠爱自己吧。这才是单身贵族的生活态度，可以容纳自己所有的浪漫情节或是突发奇想。房间一定要有一块柔软的地毯，柔软的东西都容易带来安全感和呵护感。踩在柔软的地毯上，让温暖感从脚底传到心里。因为空间有限，我们挑选了一个带有小边桌功能的落地灯，平时呢可以放置茶杯和书籍，也可以放置小型的投影仪，在家中打造私人影院。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大片。那沙发呢，可以选择有折叠功能的沙发床，这样有朋友来留宿，也可以作为另外一张床来使用。小秋平时的工作非常的忙碌，平时回到家呢还要继续的加班，所以他希望家中能够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办公区。那关于这个办公区的位置规划呢，我们其实也做了好几版方案，最终呢把它确定是放在了榻榻米床的旁边，并且定制了一个 L 型的书桌。那这个书桌呢，其实它起到了3大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呢，就是作为常规的书桌来使用，摆放了它的台式机和显示器之后呢，仍然有比较大的一个工作台。那第二个作用呢，就是作为一个空间的隔断。像这样的一个一体单间，大家知道，其实作为功能分区还有空间中的区域分隔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之前的改造视频呢，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隔断的方式，比如说利用纱帘啊、布帘这样的方式去做软隔断。那这个书桌呢，其实它也是一种隔断的方式，上面增高的这个显示器，还有旁边的床头柜，其实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，增加了榻榻米床这一区的私密性。那第3个作用呢，就是我们利用转角的这个书桌，把它化身为一个小巧精致的梳妆台。平时把书桌一转过来，就变成了梳妆凳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因为小秋平时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特地帮他准备餐桌。但是考虑到平时会有朋友过来玩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房子的中央设置了一个小机关，那就是多功能的吧台餐桌。平时当它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作为常规的储物柜放在墙边。那当有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隐藏的桌子拉开，变身为一个4到6人的餐桌。我觉得柜子挺好的，都没有把手。是啊，我这特意跟设计师说的，我就喜欢这种简约的设计感。好看。那在一开始沟通需求的时候呢，小秋就明确的表示希望能够有一张1.5米的大床。可是这么小的房间要放1.5米的床，就会显得非常的拥挤。所以我们决定借用飘窗台的空间，沿着飘窗台向外延伸，做了一张1.5米的榻榻米床。那延伸出来的榻榻米床下方呢，全部都是可以翻盖的储物柜，可以存放它的棉被啊，还有过季的衣物。
因为榻榻米床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在下方呢还增加了一个小楼梯，楼梯内部含有抽屉收纳功能，让空间得到最大化的利用。床头定制棉麻软包靠垫，替代传统的硬质床头。床的四周被包裹环绕，对单身族来说更增添了一份安全感。床头定制正方体的开放格作为床头柜使用，上方是一个悬空的收纳柜，作为日常书籍的摆放。同时呢，中间的开放格也可以进行陈列和展示。床头定制柜的背部安装了装饰板材，与床头柜一起作为卧室区和工作区的视觉缓冲。全屋定制收纳柜，有了它，放多少东西都不会拥挤，找东西也超级方便。通过定制 L 型书桌，兼顾办公和化妆需求，巧妙地实现办公区和休息区的功能分区。借用飘窗的定制榻榻米，足足增大了1倍床的面积和收纳空间。本次的改造呢，满足了单身贵族的多种需求，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舒服惬意。其实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享受当下才是更为潇洒的人生态度。